这世界上没有写不好字的人，只有不知道方法的人。相信我，你有能力写出美字。嗨，我是君宁，欢迎来到我的写字教学频道。这集影片是专门拍给想写好字的人观看。你是想改善字体的初学小白吗？或是有一定基础的硬笔爱好者？那么这集影片会提供扎实的内容，协助你去写出更好看的字。影片中没有什么特效或是有趣的动画，君令用的是满满的知识和干货，以及热忱跟你分享。如果你正巧需要的也是这个，那么继续看下去吧。对了，提醒你为这部影片按个赞，订阅这个频道，把影片分享给需要的人。谢谢您对频道的支持和鼓励。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左右结构的字体，它在彼此部件之间上下关系的安排。一般我们在书写的惯性会经常被我们阅读的字体，也就是标楷体所绑架，所以我们在写群字的时候，经常都会把上方对齐书写，但是在书写的感受上过于呆板，所以我们要教大家把这样子左右部件的字体稍微做一点点的上下错位，像这样把左方的字体往上写，把右方的字体往下降，上下移动去错开它的位置，让它上方的部分不要再是齐平的写出，让字体呈现出变化，书写时就不会太过呆板。把左侧部件上移，右侧部件往下移，这样子处理字体结构的方式会用在什么状况下呢？我们来看到右侧阳这个部件哦，这个部件有个长长的竖画，这个竖画呢是一股很强的向下力量，所以我们必须把右侧的部件向下移。那么为了凸显出右侧的部件向下移，我们就必须把左侧的部件稍微往上移动。那我们来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再来熟悉这个原则。像画面上的这几个字，吉、阙、思、都，它们在右侧都有一个常常向下延伸的笔画，所以左侧的部分我们都让它升高，右侧的部分让它下降，做这样子左升高右下降的错位安排。在大致了解了这样子的原则之后，我们就开始要应用在字体的书写上了。接着就来书写群这个字咯。既然左侧的部件要上移，那么下笔的第一笔位置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要稍微往上移动，比你平常下笔的位置再往上调一点。那我们先下第一笔的横折，接下来的第二笔横画稍微拉长一点。好，那么第三笔的横画呢，我们稍微往上调一些。第三笔横画起笔的位置要比第一笔横画再出来一些。好，接着呢，再下竖撇。竖撇呢，我们会从中间的地方长长的向下延伸出。等一下，竖撇的长度要足以覆盖口的高度。下半部的口，它的高度不能抓的跟上半部的横画距离一样小。如果抓的一样小，我们的口会太小。好，那我现在如果把口抓在这边，上面是不是就形成了一个等一下横画会有的空间？我的口写的高度就跟等一下会产生的横画的这个空间差不多。好，所以我下的高度大约是这样，横折，然后横画。我的意思是，上方的横画我们让它等距均间，下方的口部没有办法写得跟上方一样小，所以下方的口部我们重新处理均间结构，让下方的这两个位置空间差不多。好，那处理完均的部分之后，我们要让右侧部件的阳稍微往下延伸，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在下点跟撇的时候，就要把笔画下降。好，降到哪里呢？降到大约这个位置，点撇，然后接着3道的横画一样抓等距均间。
最上方的横画最长，中间的横画略短一点，但是也不要短太多，不要突然间缩到很短。那最下方的横画最长。接着我们要下一笔竖画了，这竖画呢要长长的往下延伸，这是我们笔画中的主笔。你看这样子的错位安排，君字往上提，阳字往下降，这样子写起来的群字就相当的好看哦。像这样类型的字体，在书写时最难驾驭的是要跟自己的习惯对抗。左边的部件向上升，右边的部件向下降，是需要刻意练习的。群字右侧的部件是阳，阳的上面有2点，所以呢，上方留出的空间不会太大。但是如果遇到节部的字，那我们就要刻意下降的更多。像画面上方的却字，上方就要留出更大的空间，又更挑战我们的书写习惯了。接下来我们就要跟大家介绍却这个字要怎么书写。书写却字时，一样先抓好第一笔的位置，把第一笔的位置往上抓。我们先写撇画，接下来写点画，接着再写下一笔的撇画，拉长些。在接下来的点画可以点平一点，这样可以帮助我们把两侧的空间抓得差不多。接着我们再写口，口的部分呢，抓住上大下小的原则。好，这个部分处理完毕之后，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结部的下降。结部的下降空间，这个时候呢，要刻意留出更多的空间，所以我们再把结部的下笔的位置往下抓，大概在这个位置，然后横、折、钩。这个结部的转角我们要把它写小，这样子留白的空间才不会太大。接着呢，我们再下一笔的竖画。竖画在下笔的时候，旁边这道纵线是我们很好的依据。我们要把竖画写直，怎么写直呢？就沿着纵线下笔，所以从上方往下，慢慢的写，慢慢的拉。到最下方的地方停住，我们在上方留一个很大的空间，我们把整个结部往下压，做这样左侧往上，右侧往下的错位安排，让结部在书写上面更有变化。军令的分享，每一集都会有一个教学重点，在书写示范时再搭配每一笔画之间的安排架构。或许有的人会觉得太啰嗦，讲太慢，太无聊，也或许有些人觉得在这样的教学上可以很清楚架构的安排，并且容易复制在自己的书写上。你呢？你对频道影片的感受是什么？可以透过下方留言栏告诉我哦。对了，如果你在学习上遇到了瓶颈或问题，欢迎在留言栏处提出哦。我们每一集会有一个教学重点，透过教学重点，再带入字体书写的要诀、笔画摆放位置架构的示范。我们示范书写的字量虽然不多，但是可以精准的呈现，并且协助你写出好看的字哦。现在我们就来说明跟示范“思”这个字。“思”这个字在书写时，一样要把左侧的部件拉高书写，右侧的部件向下摆放。那有了这样子的概念之后，我们又该怎么样去让笔画放在恰当的位置，让字体呈现出好看的感觉呢？首先，我们把第一笔下笔的横画往上移，接着我们下竖画，竖画下笔时稍微往内倾，接着再下一笔的竖画。下一笔的竖画起笔的位置要比第一笔来得高一点，稍微往内倾，并且拉长。好，接着呢，我们中间要下2笔的横画，2笔横画要等距均间的切割空间。再接着我们要写下面的横画，下面横画的起点要比刚刚上方的横画往外移动一些。好，
接着我们要停止在笔画两个部件中间的隐形墙这里，让左右两个部件不要互相干扰。再来的撇画会从这一笔竖画的下方撇出，下一笔的点画会从这一笔竖画的下方点出。好，再来呢，我们要下撇画了。撇画会抓下方一点的位置，不会撇在这边，这边太上面了，所以往下移动到这个地方撇出。竖撇的部分，我们会将它向下拉，拉到大致跟这边的笔画齐平。接着我们要写横画，横画拉长写出。接下来的竖画要怎么样去抓竖画下笔的位置呢？我们看上方呈现的这个空间，就是等一下竖画要下笔切割出来的空间，所以抓差不多的位置，往下写竖画，长长的拉出。好，这样就是狮字的写法咯。我们很仔细的替大家说明，大家可以自己在纸上练习看看。接着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吉”这个字怎么书写。吉字一样有一个长长的竖画在我们的右侧，所以左侧要升高。我们抓一个比较上方的位置，先下横钩，接着下横画，横画要等距均间安排哦。再来我们要下竖挑了，竖挑该怎么样去抓它的长度呢？这边三笔横画之间形成的长度，就是等一下从这个地方出发到下方的长度。这一段的长度保持跟这一段长度是1:1的关系哦。好，再来我们的点画就缩在隐形的墙的内侧，不要超出。接着我们再下旁边横折钩，要来处理结部的部分了。从这里这个斜度就是等一下横折钩要跟着做出来的斜度。好，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下横折钩，横折钩的角度要小一点，这样内侧的留白才不会太大。接着我们下一笔的竖画，这笔竖画我们就沿着中线走，就可以写出很直的竖画咯。这个吉字的写法分享给大家。接下来来跟大家分享印章的印要怎么书写。印章的印在书写第一笔的时候，我们会用平撇的方式撇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把第一笔的撇画视作是横画一般的安排，这样在空间的切割上比较容易达到均间。所以我们下第一笔的撇画，让它平平的撇出，接着下第二笔的竖画，再来横画部分要试着把空间等距的切割，再下一笔的挑画，这样子的分配之下，空间就会比较均等。再下横折钩，沿着这边的隐形鹰架上升，然后缩小横折钩的弧度，接着再下一笔的竖画。字形一样，左高右低。撇画的部分用平撇方式处理，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很均等的去分配空间。这就是印字的写法，分享给大家咯。今天的分享有没有让你在书写上有更多的启发呢？就这样，我们看一部影片，学一点概念，进度虽然不快，但也是踏实的在学着。如果你想要延伸学习，可以到资讯栏及留言栏处看看，在那里我整理了课程跟字帖的详细资讯，还有一些免费的学习资源要分享给你，包括免费的电子字帖下载、免费的握笔教学影片及常见的练字问题的文章，让你能够再更有系统的练习。另外想鼓励大家，写不好或者是书写状况时好时坏，这些都是正常现象，请接受这些练习时的低潮和挫折的感觉。书写的能量会在这点点滴滴的练习中累积哦。
请在下方的留言栏处留下“我不怕练习的苦”7个字，鼓励大家把练习上吃的苦头当作是吃补，这些都会帮助你累积自己书写的能力。和我一起在频道中成长，我们一起往写出美字的路前进吧。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我们下部影片见咯，拜拜。